朋友们，你们相信奇迹吗？相信不可能变成可能吗？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神奇的秘密，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的秘密。准备好了吗？深呼吸，放松，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吧。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的梦想成真，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会不会很兴奋？别着急说不可能，因为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真的是可能的。怎么做到的呢？秘密就在于我们的情绪和想法。没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情绪和想法。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是等等，这里面大有玄机。研究发现，我们的情绪，特别是那些积极向上的情绪，就像是我们思想的快递员，它们携带着我们的想法，以能量和频率的形式传递着信息。你可能会问，这和实现梦想有什么关系呢？别急，精彩的部分这就来了。想象一下，当你的情绪频率越高，能量越强，再配上一个清晰的意图，会发生什么？砰，就像激光一样，精准又强大。这种组合会创造出一种超级和谐的能量场，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惊人的变化。听起来很玄乎，别担心，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想象你的大脑和心脏是两台超级计算机，当它们同步运转，和谐一致时，魔法就发生了。但这并不仅仅是感恩那么简单，因为单纯的情绪并不能影响现实，也不仅仅是有明确的目标，因为实验证明光有目标也不行。那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当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时，奇迹就会发生。清晰的意图加上积极的情绪，这才是制胜法宝。你的情绪就像是能量和频率，是你思想的载体，而你的思想则是方向和意图，就像是特定的频率。这就好比调收音机，当你找到对的频率，整个宇宙都会为你共鸣，你内心的渴望会在量子场中找到匹配的能量和震动，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该如何开始这个神奇的过程呢？很简单，先搞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想要新房子、美丽的花园，还是其他什么？不管是什么，开始想象它吧。剪下杂志上你喜欢的花园图片，画画，写下你想要的东西，把这些梦想挂在墙上，时不时地添加新的梦想，让你的意识专注于这些梦想，你的潜意识就会带你去实现它们。但是要记住，保持耐心很重要，不要着急，因为着急意味着你不相信它会发生。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体验生活，享受我们创造的奇迹。我们的感官就像是艺术家，在我们的生物学中书写着故事。一旦你开始看到那个家或那个愿景，你就可以开始做出朝着它前进的选择了。你成为了创造者，踏入未知，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这会给你带来快乐、兴奋和意义。记住，你的身体总是跟随你的思想，所以这需要时间。就像照料生活中的一个花园，你总是需要拔草、修剪枝条、施肥、搬石头。但这就是创造的乐趣所在，因为最终你能品尝到自己创造的果实。你的意图代表了所有的细节，它们可以被总结成一个符号、一个字母或一张图片。当你握住那张图片时，你就握住了那个符号，那个梦想中的房子或花园。你知道那张图片代表了所有那些东西，因为你已经回顾过所有那些细节。重要的是，当你握着那张图片时，不要说当这个梦想花园出现时，我就会快乐。相反，你要说我现在所想的就是我正在经历的，而这种经历正在产生情绪。一旦情绪开始出现，你就把你的身体放在了未来，而不是过去。你开始打开心扉，开始进入一种和谐状态，产生一个可测量的磁场，宽达3米。想象一下，你的情绪能量场能影响周围这么大的范围，是不是很神奇？说到能量和频率，我们通常会想到光、
声音或电这样的物理属性。但是还有一种同样强大却无形的能量，那就是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能量。每一个想法，每一种感觉都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振动或频率，这些振动会与我们周围的宇宙能量场互动。这个能量场也被称为量子场，是连接宇宙中所有事物的无形纽带。它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无形网络，让极小的粒子之间能够瞬间通信，不管它们相距多远。而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就像这些极小粒子一样，可以影响这个能量场。听起来很科幻，对吧？但这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事实。我们通过思想和情感释放的能量携带着信息和意图，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影响我们自己，还能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专注于消极的想法和情绪，我们就会吸引更多同样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活。反之，如果我们专注于积极的想法和情绪，我们就会吸引积极的经历和机会。那么，最强大的情绪是什么呢？是感恩。当我们对已有的事物心存感激时，我们就会释放出一种积极的振动，这种振动会吸引更多的富足和繁荣进入我们的生活。感恩还能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与他人联系，体验更多的爱和喜悦。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你可能会问，我们如何培养感恩的状态，并用它来实现我们的愿望呢？关键在于专注于感恩的感觉，而不是我们感恩的事物。当我们真正感恩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扩张和丰富的感觉，这比仅仅列出我们感谢的事物要强大得多。通过培养这种感恩的感觉，我们也在调频到一个特定的频率，这个频率与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个频率可以携带我们思想和情感的意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它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梦想。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改善健康或增加财富，我们可以专注于感恩的感觉，让这种能量携带我们愿望的意图。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情绪都携带相同的频率或意图。如果我们感到恐惧、愤怒或沮丧，我们就会释放出一种较低的频率，这与我们的愿望是不一致的。事实上，这些情绪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能量场中创造了阻力和紧张。所以，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在我们感到自己陷入消极模式时，将注意力转回到感恩的感觉上，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需要觉知和努力，但通过练习，它可以成为一种技能。冥想是一种练习感恩和自我调节的好方法。通过对感恩的感觉进行冥想，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头脑专注于生活中积极的方面，放下消极的想法和情绪。这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与我们想要的结果的能量联系，更快更容易地实现它们。另外，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很有帮助。当我们和那些也专注于积极成长和发展的人在一起时，我们可以放大我们的能量，创造一个支持和鼓舞人心的环境。如果我们从量子场的角度来看，思想就是电荷，而感觉就是磁荷。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原子。当我们发出一个想法时，它就向宇宙发送了一个信号，而感觉就是吸引事件回到我们身边的磁场。如果我们不处于爱的状态，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生活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用愤怒、敌意、判断或恐惧来反应，我们就没有磁场来吸引一段充满爱的关系。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感受而责备别人或某种情况，我们就是在把控制权交给他们。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任何控制我们感受或思考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成为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无意识地对环境做出反应，他们的情绪往往来自压力荷尔蒙。这些情绪让我们感到与我们的梦想分离，并提高我们的感官，让我们难以看到当前威胁或危险之外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积极地思考我们想要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没有吸引那种经历回到我们身边，那是因为我们对环境的反应正在削弱我们的身体，这让我们更容易受到周围条件的影响，包括微生物。如果我们想要一段基于爱的关系，我们需要练习用高尚的情绪取代生存情绪，并打开我们的心扉。这是一项需要我们走出生存模式的技能。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无法打开心扉或感受爱，但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在练习感受什么？因为无论我们练习感受什么，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感受到那种情绪。它可能是内疚，但我们可能甚至认不出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从生活中的问题和条件感受到的情绪越强烈，我们就越专注于造成这些问题的外部原因。当我们经历一个带有强烈情感冲击的事件时，我们可能感觉不像自己，我们的警报系统可能会开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练习提升它们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和反应。冥想是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爱的强大工具。重要的是要记住，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爱自己、爱他人和爱生活本身。当我们选择爱时，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爱进入我们的生活。这里有一些使用冥想来培养爱的小技巧，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冥想。从几分钟开始，随着你感到舒服，逐渐增加时间。找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安静地方。作为人类，我们最神奇的能力之一就是元认知的力量。这个术语指的是我们思考自己的思维，观察和修改我们的行为和情绪的能力。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给了我们改变生活和实现个人成长的能力。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为时，我们就能开始看到可能不利于我们的模式。例如，我们可能注意到我们经常感到愤怒或悲伤，我们可能意识到这些情绪正在阻碍我们过上我们真正渴望的生活。通过元认知，我们可以选择修改我们的想法和情绪，创造更好的结果。这就像魔戒中甘道夫站在桥上说你不能通过的那一幕。这种决定是一种可以改变生活的体验。当我们决定改变时，我们可以将消极情绪转化为更积极的情绪。这是一个强大的转变，可以带来更大的自爱和喜悦。情绪是会上瘾的，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留下过去的记录。当我们反复经历同样的消极情绪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被条件化，相信我们还生活在过去的条件中。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单纯用我们的想法有意识地创造新的积极情绪来改变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从情绪上瘾中解放出来。当我们体验到自爱和喜悦时，我们就从情绪上瘾中解放出来了。我们开始把过去的经历看作是把我们带到现在这个地方的必要步骤。这种自由让我们能够完全活在当下，更深入地体验生活。不幸的是，有些人可能要等到危机来临时才能看到改变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时，我们就成为了个人成长力量的活生生的例子。当我们充满对生活的喜悦和热情时，我们也会激励他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改变。当然，改变可能很困难，放下旧习惯和消极情绪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是，当我们停止谈论改变，实际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处于真正的个人成长之中。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我们就能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充实的生活，并激励他人也这样做。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固执己见、很难改变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想激发他人的改变，我们必须首先展示自己的改变。与其哲学性的说教，不如通过我们的行动和生活方式展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努力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时，我们周围的人就会有两个选择，要么受到我们变化的启发，寻求做出类似的改变，要么因为我们新发现的自由与他们当前的习惯和情绪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而无法维持与我们的关系。如果他们选择后者，他们可能会终生保持原样，除非发生危机迫使他们做出改变。因此，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生活在喜悦和自由的状态中，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展示这一点，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迟早其他人会开始以同样的频率振动，这要归功于物理学中称为纠缠的现象。通过做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影响他人上升并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需要对他们说教或说教。如果我们生活中的某个人陷入了痛苦或内疚的模式，那是因为他们对那种感觉上瘾了，他们利用生活中的人和环境来重申那种上瘾。如果我们拒绝参与他们的上瘾，而是展示喜悦和自由，他们就必须做出选择。他们要么放弃上瘾，要么继续陷在自己的模式中。因此，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停止在那个层面上与他们相处，而是开始通过我们的行动，而不是言语来影响他们上升。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有两个选择：注意他人或忽视他人。感到沮丧或悲伤并没有错，情绪本身并不坏。然而，我们对生活中的人或情况的反应会创造一个化学物质的不应期，这会改变我们的化学状态。这是因为我们70%的时间都生活在压力或生存状态中，总是在寻找危险或威胁。这是一个如此常见的程序，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这样做。当出现异常情况时，我们的身体会警告我们，我们就会进入一种唤醒状态，开启警告我们可能的危险或威胁的系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开始预期结果，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经历之前就创造了情绪。这可能表现为恐惧、焦虑、担心、悲伤或痛苦。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对生活中的人和情况的反应。我们应该努力冷静和深思熟虑的回应，而不是从恐惧或压力的角度做出反应。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在我们周围创造一个更积极、更平和的环境，激励他人也这样做。作为人类，我们是习惯的生物，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重复某些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它们塑造了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事实上，我们经常对这些模式习以为常，以至于它们成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默认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程序。现在说到男性，社会对他们有一定的期望，认为他们必须为家庭提供生活保障，必须成功，必须有竞争力。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往往导致男性在情感上封闭自己。他们觉得自己不能表现出脆弱，因为他们需要专注于生存和成功。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当男性练习打开心扉时，他们会经历巨大的好处。他们开始重新连接自己的内在小孩，再次变得好奇和顽皮。他们开始体验到一种自由和惊奇的感觉，允许自己放下约束。结果，他们开始更多的信任和开放。这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循环，他们变得更快乐，更有满足感。当然，打开心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经常要求男性放下他们一生用来取得成功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前景，但好处是巨大的。我们见过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男性，之前走几步就会感到胸痛，但突然间就痊愈了。我们还见过患有晚期癌症的男性，经历了能量的深刻转变，开始释放出恢复和修复身体所需的化学物质。那么，当男性打开心扉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层面领导。
他们不再仅仅被成功和成就的欲望驱使，而是由更深层次的目的感和满足感驱使。他们也变得更富同情心和共情能力，这些都是有效领导力的重要品质。不幸的是，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太多证据或支持让男性变得脆弱。社会常常将脆弱性视为一种弱点，而不是优势。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脆弱性实际上是一个伟大领导者的5大品质之一。当男性开始理解这一点时，他们就开始慢慢打破自己建立的围墙。就像一朵花一半一半的绽放，他们开始多信任一点，多开放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快乐。重要的是要注意，男性寻求的喜悦并不来自于外部因素，如成功、财富或声望，它来自内心。当男性练习打开心扉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真理。他们开始打破为适应社会期望而创造的外表，开始真实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给男性提供了许多练习和彼此连接的机会。我们发现，当你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时，心就会打开。当男性给予和体验感恩时，他们开始变得更加相互联系和满足。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男性常常需要用心去真正与他人连接。这可能看起来间接和狡猾，但这是治疗过程的重要部分。当男性允许自己变得脆弱和开放时，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治疗可以发生的空间。这种治疗可以是身体的、情感的或精神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神奇秘密。它可能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科学和无数人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它的力量。每个人都有潜力去实现这种转变，去创造奇迹。关键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持续练习，相信改变是可能的。记住，你的想法和情绪是强大的创造工具，明智地使用它们，你就能塑造你想要的生活。不要害怕踏出舒适区，因为真正的成长和转变常常发生在未知的领域。最后，我想留给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你会如何不同的生活？带着这个问题去探索，去尝试，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奇迹吧。这个旅程可能并不总是容易的，但它绝对值得。因为在旅程的尽头，等待你的不仅是你的梦想的实现，更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充满活力的你。所以，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神奇的旅程吧。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